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下一个视频。哎呀，那天播的老万去世了，哎呦，大晚上看的哭的不得了。哎呀，你咋眼眶红了呢？我那天晚上就哭了好久，后来又看到天多老师发的那个微博。你们是离老万最近的人，你们先来聊一聊吧。先让那个离他最近的我们的祝福队长先来说一说清月。其实说真的，说的我跟老万我们两个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剧本里面是没有体现的。那我第一天跟老万一起出警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在沟通，然后想要为我们的角色找到一些支撑，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刑警队的就是原住民。然后像齐法医跟韩队，他们都是新来的嘛。那我们如何去体现我们在这个刑警队，我们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关系很好，然后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情感？所以刚才的所有的画面，实际上都是我们在边拍的时候边跟导演讨论，然后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实际上，我跟他的这条感情线是没有的，包括祝清月的黑猫警长，还有祝清月的哥哥，都是在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创作出来的。对，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特别纠结的，因为他的那个，特别是有几个就是回想的那个戏里边，就是那个老万跟朱清月之间的这种感情哈、包括替他哥哥再次照顾他的这个过程。对，而且因为其实前2天大家做宣传的时候，一直都在说我们这个戏没有感情，只有事业。但实际上，就像我跟老万的这种情感，就大家在一起工作很多年，是一定有那个革命友谊的。对，哪怕是新来的人，新来的这2位跟我们一起，我们组成了一个团队。由于我们是专业的、职业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刻，我们也会站在同一战线，并肩作战。对，那一刻战友们都在哈，因为当时季思哲跟韩队也都看到了，就是那个老万的那个过程哈。你们当时作为队友也好，就是戏里的这个演员也好，都是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西西，你先来讲一讲。其实就是首先是无法相信吧，就是感觉这编剧怎么能这么写？要给编剧寄刀片的，我跟你说，写死，对吧？就是非常的难以置信。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专业的一面还是得拿出来，即便他是你的战友，即便他是你的同事，那么出现的这种事情，你还是要压住自己内心悲愤的心情，然后去说出那么冰冷的那些专业的词语，这其实还是蛮煎熬的。对，那其实我还想说的就是，像刚刚亚瑟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剧本可能并没有写出像驻队及老万的这种感情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所谓的为什么现在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老万和大家感情这么好，特别是和驻队，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演员私底下会去把剧本当中有一些可能缺失的部分给弥补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让这个剧本看上去，让波姐这个故事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的完全的冰冷，它可能也是一个更加的有温度，更加的会让人共鸣的一个东西。就像主持人您刚刚就是看到了之后，您也会就是哗啦啦的，然后被感动到。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们
去二次的创作，然后去给这个剧本注入的更多有人情味的东西。特别是他跟你的生活会有一些连接的时候啊，因为我知道麒麟哥这个身边的家人什么也有从事警察、刑警这些工作，是不是那种代入感会更强了一些？是的，就我爸、我叔、我姨就是都是警察嘛。对，所以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职业真的是非常的神圣嘛。就在人民群众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奋不顾身的挺身而出，甚至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对，这是他们穿上这个制服以后是本能的、义无反顾的有个使命感，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要谢谢万国兴这样我们最骄傲的战友哈。当然，这个老万虽然倒下了，但是这个真相的这个道路还在继续。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游戏，然后看看这个大家能不能今天给我们一些关键的信息来聊一聊，因为我们今天是检举小会嘛，看看能不能透露出一些有效的线索来，让我们这个各位剪刀手们来猜一猜，好不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各位呢伸出一个5根手指头。我们来玩一个，就是说一个你经历过的，在戏里面跟大 boss 有关系的。比如说哈，我见过大 boss 啊，然后其他没有见过的就把手指头放下一根，最后我们放下最多的这个小伙伴要接受惩罚，好不好？我们就先从我们齐思哲开始吧哈，你先有什么？你有什么？然后其他小伙伴没有的就要放一个。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要说我和最终的大 boss。可以，我跟最终大 boss 有关系的啊，我跟最终大 boss 一定是跟凶手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剧透是吗？还是说可以剧透？不能剧透，绝对不能剧透啊！我不能剧透啊。对。哦，那我想想啊。那其实我和大 boss 在谈恋爱很多非工作的情况下有过接触。我和大 boss 有过接触，对吧？其他没有的情况下。在非工作的情况下有过接触，其他的没有的，请放下一根哈。其他没有的放下一根。都要放下一根了哈，你们两位哈。OK，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个祝清月哈，祝清月来说一说你跟大 boss。我不知道大 boss 是谁。你不知道吗？不能，绝了！祝清月不知道的，那知道的就要放下一根哈，知道的就要放下一根。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说现在不知道吗？祝清月好像是到祝清月不知道啊，就是没有讲过祝清月知不知道，是吧？祝清月不知道那你们要放下一根了，对，麒麟哥也要放下一根哈，麒麟哥也要放下一根。然后麒麟哥到你了，我怎么了？你要说一个你跟大 boss 的关系，然后其他没有的要放下一个。我不认识他。那认识他的就要放下一根是吧 ？OK， 好了，现在这个战局哈，来到了西西再来一轮。那我认识他。你认识大 boss， 那不认识的他放下一根是吧？对。好了，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哈。到麒麟哥呢，现在就剩下一根了，加2个小伙伴是3根。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惩罚呢交给我们的麒麟哥，好不好？麒麟哥呢，就是用我们的四川方言啊，这个来夸奖一下我们2位，好不好？帅哥美女，哎呀，帅呆了，简直就是巴适！哎哈，帅哥你最帅，你最帅。帅哥，帅哥，好帅哦！美女美女你最美，你最帅，帅，棒！帅，棒哈 ！OK， 好了，我们这个播讲的故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而且呢，就真相就即将要水落石出了。最后呢，我们就站在大结局往前看哈，我们让最后的各位小伙伴们
再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好不好？安利一下也好，对我们观众说一下也好，好不好？我们最后让我们这个合成小分队的各位先来，让我们这个齐主任先来，那就是欢迎各位观众，不管是看了播剪的还是没有看播剪的，在此时此刻都可以打开优酷去追播剪这部剧。相信大家在跟着主角团队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探寻真相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一份快乐，然后也会让大家沉浸于解题以及思考，让大家在这种思考的过程当中激发自己的多巴胺，然后找到那份追寻一剧的快乐吧。找到追剧的快乐哈。OK 哈，来到了我们的朱清月，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观看我们的播剪。那一直都在追这部剧的人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新的一年能够更加的，能够拥有自己没有拥有的能力。然后没有看过播剪的没关系，因为我也没有看。你们等到剧播完了，然后有时间可以跟我一起追。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习惯全部都播放完之后，然后连着一天可以看完的那种，我觉得特别爽啊。过瘾追剧哈，过瘾追剧哈。来，韩队，新年快乐，大家快去看吧。开始过年了。好，祝福在我们这个最后哈，我们最后的时候要这样，要邀请我们这个3位用一个特别的方式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优酷的白夜剧场去追我们的播剪，而且1月13号到我们的1月16号的每天12点钟更新一集 ，SIP 每个更新日提前多看一集。我们最后呢，让我们各位小伙伴们用比心3连的方式结束我们的直播，好不好？给我们的剪刀手们一个比心3连，3种不同的比心啊！来，我们的合成小分队第一个比心。第一个比心啊，韩队别闹，韩队第一个啊，第一个比心是这样的，哎，好，第二个比心，来第二个比心，哎，大比心，来，韩队第二个比心，等等，来第三个比心，韩风那个是真正的心脏，就一个在那儿咚咚咚咚。好了，第三个比心哈，对，第三个比心，可爱的比心送给我们哈。好嘞，第3个可爱的比心哈。好，谢谢大家，我们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支持我们播剪的各位剪刀手们，希望各位去体会我们追剧的快乐。我们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拜拜，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再见，新年快乐，拜拜，再见喽，拜拜喽。